个吧？是吗？哦，不是，不是，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来想。好了，来吧，开始了。哦，好，靠近，这样这么远，这样子怎么弄的样子？哎呀，好 ，OK 好，那我们已经开始了吗？对，我已经按开始了。哦，已经开始了。对，好，那我们准备要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了哈。那大家好，那我是世纪老师。大家好，我是文女王。OK，好，那我们是这个，我太太生病了。太太生病了。对，那今天OK，好，等一下。好，那今天我们就，今天是台风天啦。对，今天台风天，然后是为什么没有台风天来，但是没有什么我们家这里啊，反正就没有什么风雨，可是为什么菜价会涨价？所以这个让我很生气。我们今天心情不太好。对，没有错。要不然你怎么了？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让你那么心情那么差？就是因为台风天台风都还没进来，然后菜价就开始涨，然后就涨了好几百块这样，所以让我很火大。身为家庭主妇的我，需要就是知道金钱上需要控制一下，所以让我很火大。OK， 所以其实像因为其实因为你平常会买菜嘛，对，那菜那个台风来的菜价的时候就会有蛮大的影响的，对，所以让你现在心情很差的样子。没错。OK， 通常放假大家会就是这一次其实这个台风，可能当然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啦，不过就是的确是放了蛮多天的。对，那的确是让大家有一些早上在判断上面有一些失准。对，那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考量。那像我问他就是买菜这件事情，你这次去买菜，他的那个菜价上面，你就有差很多吗？或者是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实际的菜价的状况？通常以前的话就是番茄一颗大概5块或10块，可是现在都要称斤的。你知道蔬菜只要1称斤的话都超贵的。称斤超贵的。对，连地瓜也都很贵。好像听你妈妈说她买了1000多块，是不是？对，因为她买了菜，好重。OK， 好，所以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没错。OK， 好，那当然也不管怎么样，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台风天的时候，就是大家是心情上，就是大家也都可以平安啦。这次台风如果说这次就雷声大雨点小，没什么状况，我觉得比较好。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上个月我们从韩国回来。对，然后遇到台风的那次台米台风，那次就很严重了。那次的状况是怎么样？跟我讲一下。我们家的我们家渗水进来，所以我们的房间每间房间全部都有点小淹水。OK， 那次我们其实那几天我们都还在韩国玩，我们在釜山玩。是釜山还是首尔？对，还是首尔？在釜山。首尔吧。我们是首尔啦。我们那次从首尔回来。谁管你啊？人家不会管你去哪里。对啦，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从那个韩国回来，然后就是回到家的时候，然后本来想说从桃园机场要直接坐车回来，就发现这个都停驶，所以那一次南部真的是淹水会淹得蛮严重的。对，那这一次当然不晓得什么状况，不过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啊，然后就是不要遇到那个什么泡水车啊、淹水这些事件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聊聊失眠这件事情。失眠的夜晚，忧郁症的患者通常在想什么、讲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对，我不晓得不是电视啊，我们 YouTube 上面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有没有观众你是有失眠的状况？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失眠的时候通常会做什么？你们的这个可能当时会想什么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失眠都会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对，那因为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失眠的状况。对，那像我问他本身，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现自己可能是有忧郁情绪的时候，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失眠这件事情。对，你要不要？虽然之前有讲过，可是要不要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一下你之前这个失眠的状况？我就是突然有一天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整夜头脑都在
转，就是在想事情。可嗯能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上班的部分，然后让我心情就是会比较担心，就是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幼教老师，所以就是很害怕上班的，就是应该是说孩子部分呢需要一些教学，然后我每天都要想那个 SOP 流程这样，所以导致我就是会想到，就是我只要想到我明天要上班，我就会头脑一直转这样子。然后因为是美语幼稚园，全美幼稚园，所以呢，你又要学，你又要讲说那个英文要怎么讲，这样你就要去想那个英文句子要怎么说，这样。OK，所以其实你是本身那个时候在那个幼稚园这个地方，幼儿美语这个部分上班啦，没错，所以其实那个班级的控制的这个部分当中，也是需要花点力气去思考的。没错。那我问你，就是当幼儿园老师，或者是这个区块的工作，大概那时候做了几年呢？就我大概一共做了大概也是快10年了。对。已经做了10年，为什么你还这么有压力？那个幼稚园比较贵族。比较贵族的幼稚园。对，就是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家长他们就会你知道，我不想讲，对，就是压力比较大一点。对，就是这样，就会有一些要求了。对，这样。OK， 所以说其实学校会给一些期待。对。那你之前这10年来都是在同一间幼稚园吗？还是你在不同的幼稚园？不同幼稚园呐，但是因为后期这个幼稚园真的是那个就是那个恐龙很难搞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有点紧张，然后每天都会去想要怎么做这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形容一下你那个时候紧张是紧张什么部分的样子？就是紧张，我每天都要想说我就是可能要怎么跟孩子对话，或者是我学校的要求如何才能做更好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我就必须，然后还有就是尽量就是在那个孩子身上会比较，孩子有时候状况会比较多，所以我每天都要，他就是要比较战战兢兢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定要去顾全大局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说，对我来说我压力真的很大。OK， 就是你会需要就把整个班级都照顾得很好啦。对不对？所以说你在那边你又需要能够做很多事情，所以让你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这样子。对。那你后来就是这些压力当中让你失眠，你是一开始进去这个公司就有感觉到很压力吗？还是说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去公司的时候就开始有压力。一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压力啊？对，没错，因为那个班级是很难搞的班级。OK， 好，是个不容易的班级这样子。没错。OK， 所以你在后来的，那你因为你有压力嘛，所以你就会去想说要做什么。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白天的时候想，晚上的时候你也会一直想？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白天我要上班啊，我就没有办法想。那下班后呢？下班后要煮饭，要吃饭，看电视，放空。就只有晚上睡觉前才会准备想说明天又要上班了。然后孩子什么事情，然后需要处理的这样子。OK， 所以其实就睡前当中就会想一下明天工作的这个状况，流程没有错，流程要把它想清楚的。对，那流程想完就好了，为什么你还会一直转？为什么会让你一直想不停？就是会一直想，然后想到没有办法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想，我每次都在想，我每次在睡觉的时候，然后想的时候，我就摇摇头，然后说不要再想了。这样。
OK，可是还是很容易想。人家说你这个发型很可爱，今对，天才谢谢，去剪的。今天去剪的，我不容许我的刘海被吹。对，OK，好，好，对，就是类似，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当中，因为其实你会很纠结，明天要把这件事情都把它想完嘛，对，所以你是大概就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想到让你失眠的状况吗？第一次失眠的状况，不是，就是你那个时候在幼儿园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想一想，因为你失眠了嘛，你是因为想这件事情当中失眠，还是说因为失眠才开始想这件事情？没有，我也是先想事情啊，因为嗯我对工作的那个流程还蛮要求的，因为嗯我很不喜欢突然发生错误的，突然蹦出一个事情来，那又要解决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通常都是会想好所有全部的事情，然后我隔天就会比较进行比较顺利一点。 OK，先会把所有的状况想一遍啊，对，这是你一直以来的这种行事风格我吗？工作都这样。工作都这样？对，哦，那为什么？因为以前如果说一直以来都这样，那为什么以前没有失眠？那这一次当中就是特别会有这个失眠的状况，就是因为工作那个压力很大。是因为那个公司的问题啊？不是，你不要乱说那啦，不然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工作压力都很大。就对这个当时的氛围就这样子。对啊，对啦，因为我在想，你会不会也有环境转换的部分？没有啦，那时候没有，嗯，那时候不会，因为我们那时候从搬来南部这个地方，没有啦，就是因为工作的部分。对，那你说，那像是之前有听你说，你其实失眠了2个礼拜，失眠跟睡不好你怎么分啊？那个睡不好，只是顶多做一些噩梦啊，那就睡不好。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睡着，就是你就是关了灯，然后闭着眼睛，你也睡不着啊。对，然后就开始，然后等，然后就等到天亮这样。天就亮了，对，然后就又去上班了。对，然后这种状况持续了2周。没错。那这2周因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天没有睡，就是一天没有睡，我就身体就很不舒服。可是你是怎么撑过2个礼拜的？那2个礼拜吼，就晚上的时候就起来看电视啊。哦，因为就是觉得头脑一直处在打转的部分，所以我很想要让自己头脑就是比较放空一点，想说去看个电视应该会比较好睡这样子。可是居然没想到，我一直看电视看就看到早上了。就一直看到早上了。10年前其实智慧型手机还没有这么泛滥啊，没那么泛滥那样子，所以说可能那个时候还不会半夜起来看电视。没错。所以你想说原本受过看电视放松放空，然后所以睡着。对，而且以前是第4台哦，不是那个我们自己喜欢看的，所以呢就是要看第4台这样。但我通常都喜欢看那个 HB 啦。然后呢，他就会变成说，就是这一部电影看完会接着下一部，然后下一部电影再看，然后就继续看，然后看到就莫名其妙看到早上这样。那你是看的时候会很进入剧情是不是？没有啊，我就是放空，然后我就想说我躺在沙发上，然后看，然后看能不能睡着，可是我发现好像没什么用。OK， 所以说其实在那个时候失眠的夜晚里面，一开始其实会先想一些工作的事情，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睡不太着的时候，就爬起来看电视，没错，然后就一路看到天亮那样子。对，然后看到天亮的时候，大概持续了2个礼拜。对，但我不是只有，然后我也想说，那不然不要看电视啊，我来做一些手作，因为我很喜欢做手作这样子。你会跟我介绍一下你这个手作的？之前做我会做一些就是粘土捏塑，
然后刺绣，就是那个打璎珞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追踪我的脸书我们帮我把那个吉他的硬壳把它缝起来，他的手真的是很巧的样子。对，然后还会作画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就知道自己睡不着，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要10点半左右我就开始有灵感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做，然后17就先去睡觉，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就做到天亮这样子。他真的是很扯，他每次就是灵感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晚上睡前的半小时左右，对，然后就开始他想说他就是开始弄一下就一画，然后隔天早上就那个作品就完成了。对，但是他也就这样子整晚就没睡了。对，他就是可是因为这样子我很开心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就是不睡觉啊，整个做手作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心情很好，总比就是一直在想那个工作事情来的好，因为这样很放空啦，就很可以放空自己的头脑，然后在捏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活的。就捏它可恶对，就是有点发泄这样子。OK，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情绪是有得到舒缓的。是有啊，因为其实我每次做手作都可以很进入那个做手作的快感，因为不是快感，就是进入那个心流状态。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完全的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非常舒服。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不同的这种压力释放的方式，人可能是运动啊，人可能是看书啊。像我他就是喜欢做手作。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你有捏塑，那个缝纫，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切衫啦。对，就是捏塑的话，我就是做那个拟真粘土、拟真食物这样子，例如甜点或面包之类的。然后再就是切衫，就是但是我不是车衣服，我就是车一些包包啊，或者是拼布包什么之类的。因为家里有一台缝纫机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被传染，就是那个刺绣。就是什么例如什么英国结就是要怎么打这样子，然后蜘蛛网结要怎么打这样，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折纸就是你知道我也很有兴趣，然后可以折出那个鹿的头啊还是大象的头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折纸是很厉害的老师，因为我都买书来看，然后自己学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挤花，奶油挤花，那个韩式挤花、奶油挤花这样，就很多花朵，然后看起来都很像真的这样。他有证照的他是有 license 的。对，我有 license， 我有面包的 license 跟挤花的 license。粘土的食物的那个。面包食物的证照跟挤花的证照，而且我挤花证照是可以加入108课纲哦。对，他是有，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去上这些课啦，没错。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就是做这些就是这种手作课程呢？你刚刚提到说做完之后心情很好，进入心流状态，你可不可以多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什么是心流？就是很专注在这个里面。对，就跟心灵交流嘛。心流比较说是比较像是你在进入到很专注的状态，你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好，所以是零的领域，不是零的领域。对，零的领域这样。对，就是很专注在一件事情啦。就是说那件事情会让你暂时忘却当时候这个可能工作上的这个烦恼跟压力。没错。你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形容点，你那时候在晚上，因为你尤其都是在半夜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嘛。对，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那个过程啊，然后心情啊，然后那个你是怎么去安排规划自己的这些手作啊？怎么安排？没有啊，我就想到我就做啊。不是，我想我们有一个毛病，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大家都会。他有个毛病就是说这手作粘土的大家都会折纸大家都会。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不会。好，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你是怎么样开始？譬如说你今天要做这个奶油挤花好了，对，因为你总不会马上就开始挤了嘛。
你一定会有一些你的灵感来了，那你怎么样去安排这些过程？那怎么样去完成这幅作品？你会跟我们讲一下，或者是其他的手作类也可以，从灵感开始，然后到 SOP 的就是行动啊，然后备料啊，然后开始制作啊。好，可以。例如，因为其实家里材料都有啦，所以呢，我也不用用了哪一些材料？会跟我讲一下。对，如果说像是我今天突然想到，其实我真的都没有特别想到，但是如果真的有突然想到要做什么时候，我大概就会去。假如说我今天想到我想要做一个甜点，好，什么提拉米苏还是什么草莓大福之类的，或者是刚好最近刚好中秋节过嘛，然后我就会就想说帮我来做一颗那个有蛋黄的月饼，然后是切半的这样子。我可以去哪里给？我好像有呢。没关系啊，就是想要在哪里。好，然后呢，我就会拿来就开始手就开始就开始捏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捏。那你捏东西在哪？你说那个东西你还记得吗？有啊，我们去拿一下，去拿我一下。缺席一下。他去拿一下他的那个作品，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说，他是在做什么东西这样子。因为他当时我记得他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学这些课程。那先不管那个课程的费用怎么样，但是他说他在上这的时候他会比较舒压，比较舒服，一个就好了。对。对，那就是他说他可以在这些制作这些手作过程里面呢，他会得到一些压力的释放，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愿意让他花一点时间去学。那回来的时候也是真的发现他真的做的还蛮像蛮仔细的。对，好，来可以让观众看一下，镜头在这里哈，镜头在这里，就是比较靠近这里。这是这都烦，对，你就看着这是几花的，然后是一朵蓝色玫瑰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传统的红豆面包，里面还有红豆馅，然后就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有磁铁这样，对。那像这样子一个作品这个大概要做多久啊？这个吗？就看用心度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红豆面包的切片的样子。对，红豆面包的切片。对，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因为这看起来手很细耶。大概一个也要2-3个小时吧。要2-3个小时哦。对，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的这个过程吗？就是它的。就第一个要先捏塑，然后再来就是土拿来就捏塑这样子。对，土拿来就捏塑，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烤色，因为这个不是红豆面包都要烤过吗？对，然后再来就是做那个剖面这样子。那剖面的部分，因为那个面包都有孔洞嘛，所以你要自己去戳。你看你这边就要戳一些孔洞，因为是那个面包的孔洞这样子。大家看得到吗？那个孔洞，对，然后继续介绍。然后再来就是做红豆泥啊。对，你们下面还有红豆泥。对，然后就是要让那个红豆泥流出来的感觉，这样才好吃。所以这个要做2个多小时，2-3个小时，因为它还要涂颜色，那烤色要涂。那你像你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心情上面就会比较不会去想到工作压力的事情。没错。可是那这样子会不会就都没睡觉，那身体上就受不了？会啊，就是因为受不了才去看医生啊。因为怎么讲，就是魔性笑声。对，他的笑声真的很魔性。因为就是因为那个睡不着啦，然后已经好几天没睡，其实人会很不舒服，而且再来就是水肿很严重，然后就什么脑压还是眼压就很高啊，然后就整个人就很不舒服，然后再来就自律神经就整个失调这样。就手脚冰冷啊，晕眩啊，然后就搞得真的没办法去上班了。那个时候你好像还有一阵子以为是得了梅尼尔氏症。对，内耳不平衡。你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发生的状况。就突然间有一天，就是整个人就是头晕目眩这样子，然后等完全不能
走路，因为只要一走路我就很像转了10圈那种。晕眩，对，晕眩就是转10圈你就知道的那种痛苦感这样。然后一整天好像都在晕车这样，然后非常不舒服。而且你还发生车祸。对，然后有一次还是要请你来公司接我。对，他第一次的时候，我第一次晕眩发作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是晕眩，然后就是跟别人撞到，是不是？还是你是跌倒？跌倒了。他骑摩托车跌倒，对，跌倒然后就倒在路边那样，然后后来就是就跟我说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有后来在公司里面，然后他也都会晕眩到他没有办法骑车，所以我就是去公司载他下班这样子。对，可是那个时候他是突然之间的，非常突然。这个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以为就是可能是什么内额不平衡啊的问题，但后来想想好像是因为压力。我们有去检查啦，然后就那个医生说，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呀。然后呢，他只开那个止吐的药给我，因为我怕我会晕眩，然后就想吐这样子，开那个止吐的药给我这样子。对，可是后来我们这样看一看，好像是因为压力引起的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对。好，就是说，其实因为自律神经失调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头晕啊、晕眩啊、手脚冰冷啊、心律不整啊，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状况出现。对，没有错，就是那个就是你知道，你那个头脑会这样一旋之后，就好像一阵什么电流这样穿过，然后你整个人就会不舒服了，这样。对，然后就开始头晕，那样子，然后就是各个状况都没办法，就是也没办法生活作息，也没办法工作。对，所以后来就辞职了嘛。对，因为那时候我的合约还剩2天，可是真的没办法，所以因为工作的问题，所以我也只好就是真的还好只剩2天呐。所以我就跟他说，就跟公司说我真的撑不下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晕到就是也吃不下饭，然后整个人很瘦。很瘦，所以你有很瘦的时候。对。我那时候瘦到54公斤，我超开心。但是这个不是好事。对，这个不是好事，这样不知道，这种瘦是不正常的瘦的样子。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你也吃不下饭嘛，睡不着觉嘛，对不对？然后整个状况都很差。对，那所以你在这样的失眠的状况大概持续了多久嘛？或者是你大概治疗了多久？什么失眠？对啊，就失眠的问题这件事情，因为你之前提到工作的压力嘛，对，工作压力，然后后来这个失眠状况大概持续了多久啊？失眠状况真的是持续2个礼拜，因为2个礼拜真的没有睡觉，所以我就想说，然后又自律神经失调，然后主要是就是胃溃疡很严重啦，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阅读障碍也很严重。怎么会有阅读障碍？阅读障碍就是你那个字，你看书的时候那个字会飘来飘去，这样，蛮恐怖的。就是它字会浮起来，然后对，然后就是完全看不清楚它到底，就是完全看不清楚那个字，就是会那飘。像你看到自己，比如说字浮起来这种状况，你当时你怎么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不然以为就是我自己不爱读书，所以文字飘起来是很正常的事。然后结果之后才发现然后我就去查那个自律神经失调有哪些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阅读障碍这样子。对，之前我看有个韩剧就是有一个补习班老师，就是他韩剧一个补习班老师，然后里面就有个就是第1名的女孩子就是成绩很好的女孩子那因为压力很大，一直很想要考试考好，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办法表现出很好的成绩，所以他后来太焦虑太紧张，结果他那个画面当中就是演出那个字就是从纸本上面这样浮起来，然后他就很害怕。所以你当时好像没有很害怕的感觉我当时是没有害怕，但是每次看到看书然后要再看那个字的时候，
我就会很不舒服啦。对啊，因为真的蛮不舒服的这样子。对。OK， 所以那2周结束之后，后面还有在持续在睡眠上的问题吗？有去看医生，然后就吃药，可是因为第一次一定不可能就马上就是马上投药就马上就好，所以偶尔还有失眠的状况。对。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吗？就是你去看了医生，你跟医生怎么说？然后医生他怎么样帮助你？哦，对啦，主要还有就是因为都没有睡觉，然后自律神经失调，然后再来就是身体就开始不舒服，然后就忧郁也很严重，然后就每天就在哭这样。都在哭这样子。对，都在哭，然后士气就觉得不对劲，所以他就赶快帮我找医生。然后我们就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先跟医生讲说，我都没办法睡觉。对。然后因为我去那个我的吴医生那边，我出诊的时候，一进去我就开始狂哭，先哭给人家看的。然后就之后就医生就开始先帮我调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一调药就当然是也是会有睡不着的时候啊。那我就会跟医生讲。所以第一次开始就是治疗睡眠这个状况的时候是因为你第一次拿到药嘛，拿到药之后还是吃完之后当天就睡好了吗？还是说有没有什么状况？当天其实真的有比较，就是当天吃大概有比较舒服一天，就是心情真的放松很多。然后因为他有开3餐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药给我，所以我要照3餐吃。然后我就发现手脚不再冰冷了。这个是很大的。然后就是手脚不冰冷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头没有那么晕眩。然后再过阵子就是没有胃溃疡。OK。对，可是我的那个阅读障碍还是很严重。是。所以说那一天吃完之后，就是马上睡眠就得到改善了吗？有一些改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一些改善？就是可以比较好入睡，但是不见得睡得好。对。OK， 有人问说有没有推荐的医生啊？因为我当时会就是会帮他找现在这个医生，是一开始我们找的第一个医生觉得不是那么适合，所以我就上网搜寻，然后我刚好搜寻一个就百大良医，然后就刚好这个人他就在我们所居住的县市里面，所以我们就去看。那看完之后觉得还蛮合适的。就后来就持续看了，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看这个医生我觉得在挑医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跟这个医生合不合，其实还蛮重要的啦。对，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为什么你现在看这个医生跟你那么合？这么合，因为他很在乎我的情绪啊。他怎么表现？他很在乎你情绪？他每次都会说：“玉文，你最近还好吗？”我有问你啊。我也有问你啊。然后你就说我很烦这样子。对。可是他是医生，为什么他问就可以？因为要跟医生确实报告我的那个身体状况进度。主要我跟你讲，主要是那个医生啊，他讲话很稳，就是很温柔嘛，应该不是说语气温和，语气非常温和这样子。所以我呢所以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很舒服，然后顺便可以在那边抒压大哭一场这样子。就是好像就是有可以依靠的感觉这样子啊。可是这个我就有点想问一下，因为我也可以让你哭，我也会很温和的问你怎么了，可是为什么你在我这边没办法得到抒压，你去医生那边才比较可以得到抒压？不懂啦。对，我们就是不懂才问你嘛。就是不懂才要问你，所以现在请你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没有，因为其实有些心事不见得跟先生分享。有些事情不见得跟先生分享，是因为也怕就是对方会紧张啊，还是什么的。所以然后再来就是讲了，有时候他也做不到什么事情。
就是先生也没办法给予帮助这样，所以不如跟医生讲，然后赶快做调药。不够帅，不是不够帅啦，这个是不够，这个是他那个就是觉得我身份上的问题这样子，对不对？觉得觉得讲了跟我好像也没什么用，然后还会让我造成我的担心，对，没错，对不对？所以说干脆选择一个陌生的，稍微有点距离的人，然后跟他们倾诉一下。那医生也是专业的角色，没错，所以会让你比较信任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医生常会跟你说他是专业的，听他的。对，没有错。他每次都跟我说，我最专业，听我的就对了。对，我相信这个医生他不是自大，他就是给他的病患当中有一些更好的依靠。可是因为他用药真的很精准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早上要上，就是开始有一些，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身体有比较好了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不然我就是再回去幼稚园，然后做打工的就好，做助理就好这样。然后就那医生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开这颗药让你睡，大概睡到8、9点你就会起床了。然后就我真的睡到8、9点我就起床了，很准的样子，非常准，所以他可以控制精准的判断你几点要起床的药的样子。对 ，OK， 好，所以我想医生应该都具备这种本领啦。但我想每个医生都有他的一些优点很厉害的部分。我也不好意思帮他打广告，把他讲太深。对，不过那一次我真的吓到，因为他真的很吓。他之前在吃药的时候啊，之前吃药睡觉的时候，他没有过12点是不会起来的，对吧？其实没有，其实如果平时真的还没患病的时候，还没有病的时候，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睡觉的人。对，他本身就会一天就是一定要睡到10个小时。对。那基本上在他治疗的期间当中，基本上这10年来，就是我看到他的印象，就是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我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也还在睡。对，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很需要大量的睡眠，所以他我们在那个时候大概都可能要睡到12点，可是他因为要回去做兼职 part time 的时候，所以医生说他这个药明天8点会起来。结果隔天我想他真的8点起来，好扯。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陷入沉睡的境界里面，因为你身体已经睡饱了，你自然就会起床啊。对，可是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所以对，我也有点吓一跳，我想说天啊，我干嘛9点多就起床了？我记得那一次是8点就起来了，那一次是8点起来，因为那个时间点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真的还蛮惊讶的，你怎么突然起床了？因为我平常那个时间点就是我就准备要上班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他都一定躺在床上。那天他怎么就这个时间点就起来？我就还蛮惊讶的。所以说，其实治疗上面当中真的是药物上面的确帮助了你很大，就是精准度很够这样。对啊，而且就是失眠这件事情，其实透过药物来辅助，其实可能非常好。不是鼓励大家吃药啦，但是因为其实睡眠不够的话，或者是晚睡，其实真的对身体真的都不好，因为很容易影响自己的心情，这样还有生活品质啊。对，然后其实像之前就是我就会对于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就是长期吃药，然后来辅助睡眠，其实我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大家第一个想到那会不会就是成瘾啊，依赖性太强，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试着说是不是会透过一些减药，让他不要这么多的压力。可是我记得忘了是哪一次，他就是医生说那其实透过吃药上面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对，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行，没什么不行的。所以那一次其实我就有点释怀。然后前一阵子啊，就是因为我去年7月离职嘛，从学校离职，然后后来就开始自己创业。那一开始你知道吗？开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很担心没有薪水收入，就会很怕什么事情都就是没有赚钱，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说，那公司上面要怎么经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这个收入上面有比较好的安排，所以你就会去想，就一直赚，对，就很多的想法在脑袋里面。那因为我平常我就是一个很好睡的人，倒了就睡，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失眠的问题过，对，所以我就躺就睡。可是那段时间当中，我就开始晚上的时候，我就会想，我
有什么东西没有做，我明天可以干嘛，我可以拍什么影片，我可以写什么文章，都脑袋中就一直有素材进来。那素材进来的时候就有时候就怎么躺都躺不着，躺都睡不着，然后可能就一路躺到半夜4点，我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就起来，然后开始工作。那工作，然后就是连续好几天会出现这个状况。那我文他是听到，他就觉得说我这种状况就不 OK，就是他就因为大概是失眠的2-3天之后，我就说不行，你这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对，他一开始叫我去看医生，其实我还蛮排斥的，就想说，我想说那个就是不够累啊，然后我就再躺下去就睡着这样。可是我那时候的确是发现到自己不对劲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过连续那么多天，然后晚上躺下去都睡不着的情况，所以有人跟我说这样子会影响到身体。那他讲了一句啦，他就说因为我是家里面的支柱，所以如果倒了，这样对家里面就很不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想，你这样也讲也对，所以我就去看了医生。因为你要养我，所以你不能倒啊。对啦，的确是这样。我那时候就想说啊，那我的确该把身体顾好，所以我就去寻求医生的治疗，就跟我们看同一个医生这样子。那后来就透过吃药当中，的确是让我真的打下去就马上就有感觉了，很快就可以睡着了。对，那睡着之后也没有说特别需要加药或减药，就是大概就保持一个睡眠稳定的辅助的状态啦。然后就失眠这件事情是真的蛮不舒服的。蛮痛苦的，尤其是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对，而且你其实也不想做，可是你头脑就是一直转。对。那像你在这时候，你现在想一想，如果说你现在还会有半夜的时候睡不着，脑袋一直转的时候？我前几天我刚好前几天啊，就是有一颗药，它是专门就是抑制我头脑，就是在睡觉前头脑放松的药，然后就是不要让我就是想太多。然后有一颗药是我真的忘记吃，我忘记拨药在药盒里面，所以那几天我真的都没有办法睡觉。没有，不是没有办法睡觉，而是就是睡得不够深沉这样子，然后那个做的噩梦就很多，就是变成说很浅眠，然后就一直乱做梦这样子，然后醒来身体也很不舒服，因为就是你很浅眠，没有办法深沉入睡，所以你就会变成说身体开始水肿，因为我只要不睡觉，我很容易身体就水肿这样子，然后隔天当然就开始又头晕啊，然后又想吐啊什么的，就又来。然后就有一次我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就把药盒的药拿出来，然后我再仔细检查，我发现什么那个药居然没有放进去。所以呢，我就赶快补进去，然后这2天就睡得非常好。大家我不晓得观众你有没有你身旁的伴侣，他是那个就是睡觉的时候说梦话的情况，是说的很含糊的，还是只有叫，还是很清楚的讲完一句话这类的？对，你不知道是哪一种，你可以在观众让我们知道一下。那在留言区让我们知道一下，你身旁的伴侣他是不会磨牙，对他的睡眠做梦状况，对他是很模糊的讲话，还是发出声音而已？其实他会完整的讲完一句话，还是他会大叫醒来？对，有一阵子我是大叫，然后是被他甩巴掌醒过来的。对，他是因为他的梦话我们的梦话都是很完整的句子，你会觉得他很像在跟人家讲话一样。真的吗？就是你就在旁边想说这是在演讲是不是？就是睡觉的时候在那边讲话，而且他又不是嘴巴不清楚，就是很完整的讲一句话，你就知道说他当时在梦什么。对，那有时候他是会一直叫，然后就很不舒服。那我为了之前一开始我是想说就不要吵他啦，我一开始是想说就让他睡觉，就不要吵他，所以后来我就让他叫，然后隔天他就跟我说这种状况要把他叫起来，要不然他会一直陷在那个里面很不舒服。对，那个噩梦会很恐怖啦。对，所以就是常常就是之前他这样子我大叫的时候都还好，有他叫我，等于说他在我的梦中把我救出来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后来
他就说要把他救出来，所以我就想办法叫，不管是咬他都不行，然后后来我就甩他巴掌，真的打巴掌哦，把就打，对，然后后来就醒来了这样子，然后醒来他就说哦，我是做梦，然后他们比较安心了，所以他又继续睡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有讲好应该怎么做这样子。对，所以做梦这一件事情，它本身在忧郁的里面，然后它或者在失眠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的吴医生说，做梦的时候，如果是乱梦的话，就比较乱梦，就是你乱梦的话，表示你思绪很多。但是如果说你是在睡梦中，然后有一些可能，例如说你在睡梦中有一些情绪，例如说大叫啊或大哭啊，或者是在睡梦中有笑啊这样子。虽然这样子可能你会觉得很不正常，但是这是正常的，而且医生说就是因为这样情绪，你才可以在梦中就释放出来，你就不会在你的生活中不知道如何释放。所以做梦某一个程度上，它也是释放情绪的一没种。错，所以你做完梦之后，隔天的情绪会比较稳一点吗？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我就是因为释放就在梦中啦，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不 OK 的，不 OK 的情况。对，就是真的没有这样子，对，所以看起来做梦这件事情，某个程度上它也是可以释放你的情绪，对，也还不错这样子。没错。OK，但如果你是乱梦，就是一整天都一个晚上都一直做梦的话，然后就是不同情节就对了。不同情节一直转来转去，表示其实你是浅眠的。OK， 是浅眠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需要，就是通过药物来辅助这样子。看个人吧，因为我不好讲他是不是要那个。对，医生好像有跟你说，睡觉前有几件事不要做，影响睡眠。对，就是有4件事。第一个就是不要洗澡，睡前不是要2个小时，2个小时 ，OK。睡前2个小时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洗澡，第二个就是不要运动，第3个就是不要滑手机，然后第4个就是吃东西，不要吃东西。好，就这4种。所以我现在真的很乖乖的，我只要睡觉前我就不会滑手机了。其实我也没什么，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手机成瘾，对，没有什么手机成瘾。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不要滑手机，不要吃东西，不要运动，不要洗澡。对，我这几个有时候很难做到，很多都是睡前才洗澡吗？对啊，睡前才洗澡啊，有时候睡前要吃宵夜啊。对，但因为你吃宵夜，你肚子就会饱嘛，那你饱的时候，其实你睡觉其实是不舒服的啦。对。其实尽量说睡前当中，就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比较准备进入睡眠的这个对，仪没错，式就是要有点仪式。那像我医生说，如果你是看大的那个电视，可以，然后看书也可以。我就跟他说，我都看那个连续那个什么连环，就是血腥的暴力片那种。不是血腥啊，对，我会看那个血腥暴力片。然后有一阵子我真的很爱看那个，就是解剖的那种命案现场的那种书，这样子。我家有一系列的那种书。然后呢，我就跟吴医生讲，我就说，那我看那个书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只要看书就可以。这样，对。OK， 所以说其实在睡眠当中，就是反正刚刚讲的4件事不要做了，那可以有一些仪式感那样子。那你现在睡前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或仪式感是可以帮助你比较快入眠，或者是过去你有没有做过哪一些是帮助你好睡觉的？当然稳定吃药是一定要的啦。对，那第二个话，我就开始大概要睡觉，就是我在洗澡前，我就会先把房间的电灯，就是把它调成暗色，就是比较不是暗色，就是黄灯这样子。然后再就是有些人他们可能，我之前会点那个香那个精油这样子。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比较可以白噪音
有一阵子会想要听下雨的声音，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其实是真的有帮助到这样子，对，就是好像进入到那个情境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准备要睡觉了，没错，对，那这个的确就它会帮助你让比较好入睡一点，对啊，是不是？OK，以前我其实没有什么睡觉仪式感，反正我就躺下就是睡了。那自从我开始比较有失眠状况的时候，我现在也会刻意的让自己的睡前当中有一些比较好的仪式，譬如说像是打电动。我通常一打电动我就不睡，我就不睡了，我就没办法睡这样子。就是说，像之前以前我开灯都可以睡，那现在我开灯都没办法睡了，所以因为老了啦。不晓得啦，反正就是后来现在都要关灯睡觉。然后前阵就是买一个按摩眼罩，对，那就是按完之后我就觉得，还蛮想睡的。那按完之后我就会比较快睡着。对，就是会有一些仪式，透过一些行动来告诉身体说该休息、该睡觉了。应该这样说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你真的要去摸索自己想睡觉前的那个仪式感啊。对，有些人他就不是那样子啊，有些人是真的要洗澡后他才能睡觉啊。对。对啊，这个当然不是说睡前不能洗澡，只是说因为睡前洗澡的话，因为热水嘛，那会让你那个血液循环比较好，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有精神一点这样子，所以其实医生会建议这样子，对啦。OK，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先有一些在面对自己的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记录，把自己的记录起来。那如果说之后有需要去寻找医生，或者是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可能就有些记录看会比较好看一点。对，我之前我看有同学说，失眠的时候就拿同学的观众把历史课文拿出来，看到第2页就想睡觉，但年纪越大，连历史都不管用了。OK， 那好像看起来年纪越大，那也可以看英文。我觉得失眠跟不好入眠好像是不同的事情哦。失眠跟不好入眠。我之前医生他是跟我说我是入睡问题，不是失眠的问题。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分得这么详细的，就是说好像你睡不着这件，那不好入眠这件事情当中，这个是需要特别去调整的。对，入睡前是需要放松，所以他就给你吃比较放松的药，对，然后就比较好入睡，就是这样子。所以医生也是会看状况，真的是病到不行，他才会开真正的安眠药。对，像我就有几颗我只有1颗是真正的安眠药，是真的安眠药，不然其他全部都放松药。对，所以其实这里面呢，医生也会看针对你的症状。那因为像我们其实在描述的过程，如果都不清楚，我就睡不好，那其实也很难去处理。所以医生他需要抽丝剥一个一个的去调整你的这个药的这个下药的方式，这样子。对，那这个模式或者是怎么样去改善你的状况。对，那如果说你开始把自己的这个状况当中都有做一个纸本的记录。对，那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是没有睡着的，或者是睡得比较好的状况是什么？有个记录上面就后来给医生去处理，应该会好很多。对，没有错，对不对？像之前我不晓得观众有没有看到，之前他会在他的脸书上面当中发表一些就是发布他的这几天心情，对情绪笔记。对，记录一些情绪笔记，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那个笔记应该怎么去记录啊，然后他的心情的状态之类的。大家如果想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团，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去领取我们右上角这个情绪笔记的模板，帮助你可以去记录自己这个不管是失眠，或者是心情不好，各种的情绪的笔记。我觉得它就像是情绪的学习历程一样啦，就是把你的历程记录下来，重新回顾的过程对自己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帮助。对，对，你在那边摆鬼没有，你跟我们讲，我蛮抢戏的。你跟我们讲一下你那几天在记录的这个 po 出来的那个文上面，你的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好不好？没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就是觉得说，我可以在这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我最近的近况是怎么样，然后其实也可以鼓励大家，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分享，因为其实我作文不好，我文笔也不好，我就是只会讲一些简短的白话文而已。对，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那个笔记要记得很难啊，就是可以简简单单。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我太太生病了这个 FB 社团，那里面当中就会他就是有时候他会 po 出一些他的情绪笔记，偶尔啦，对，他不会每天 po，他就是 po 有心情他觉得可以的可以放，他就放在社团上面，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情绪笔记上面的这个记录是怎么记录的。对，因为其实我蛮喜欢跟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的成员互动这样子，因为我很想知道，因为其实也有成员是私底下也会私讯我们一些问题这样子，那我们能够分享能够帮忙的，我们也是都会帮忙，就是帮忙陪伴一下。我觉得就是经验呐，经验的分享了。你说多专业的陪伴我没有办法，对，我们也不一定做到。可是就是你把困难提出来，那相互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这样子，没错，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我们稍微来做一下总结，这样只是在失眠的情况，失眠这件事情，它有可能是因为外部的压力造成的，让你可能睡不好，但也有可能其他很多事情啊。可能是你的身体状况之类的，但是看起来之前我问他是透过外部的压力，工作上面，让他开始会睡不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外部压力啊，因为其实最近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因为就是面临一些状况，然后就是接二连三，一直啪啪啪下来之后，他就整个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就真的提不起劲，然后又要上班。然后就是就是他刚好还好，他自己也觉得不行，所以他有去看医生。他看了医生之后，我鼓励他说你要持续吃药，然后配合医生调药，所以他现在就是真的比较好很多。他还可能吃药可能不到，是最近的事情啊，吃药大概快1个礼拜，身体状况就差很多，恢复很多了。对，没有错，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 ，OK，所以说透过外部的压力，然后导致失眠。那在失眠的过程中，可能你半夜的时候会想很多事情，或者是你可能喜欢做什么，像我问他就会之前透过手做，透过捏塑的部分当中，让他可以稍微逃离那个失眠的状况，让他有一些获得一些情绪上的舒缓。可是因为长久不睡对身体还是不行，所以后来当中他还是选择的又是透过医生的帮忙，医生当中帮他做一些调整。那你要跟医生沟通，要怎么沟通？其实你只是凭你的记忆去讲的时候会模糊。我建议大家可以透过记录自己的这个这几天你可以把过去这个礼拜你睡不好的状况，几点到几点，然后你的睡觉有没有做梦啊之类的，你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也可以给医生看，那医生应该会更精准的帮助到你的这个治疗跟恢复的过程，对不对？对，对，不要真的做鬼脸。我没有做鬼脸，我只是想要，就是人家说你很可爱啦，就是很想抢戏一下嘛。知道。因为我最近有犯了模仿的，那不是模仿吗？对，那叫模仿，就是有犯一下那个模仿的瘾，这样子瘾头啦。他会模仿诸葛亮。就是你知道爱玩这样子啊，对，就是苏贞昌之类的。我最近在模仿徐乃麟呢。你要模仿一下吗？我先练手再来模仿。OK， 好，有机会再让大家看一下他的模仿秀这样子。对，然后那就是用这种方式，透过这种笔记的部分当中呢，可以让医生可以跟你有更好的沟通。对，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做笔记，对，你可以在我们的荧幕上方当中直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会有直接下载一个 PDF 档。好，那还有个就是这个档案，你就可以拿来用。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团，那你可以搜寻我太太生病的这个社团，那个社团里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一些状况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然后我们也偶尔也会在上面分享一些情绪笔记。对，那你可以在上面当中把你的问题做一些提问，那我们能够协助的就会尽量分享这样子。对 ，OK 吗？好，那谢谢大家今天那个台风夜当中还来收看这样子。
对，那希望大家也平安啦，好平安。我们有什么话要跟观众说吗？这次为什么突然提到涨菜价，让我很火大。好 ，OK， 我知道你的火大。对，希望台风来了，大家都平安。因为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好好睡觉，对，然后就是心前一切都安好。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还是要找医生。这样真的非常建议找医生，因为就是身体这一块啊，就是身心灵这一块，真的是只有医生才可以帮忙。对，这种专业的还是要让专业的来啦。对，没有错。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你不太知道说，那样子我要去怎么跟医生说话，我要怎么样跟医生讲我的病情，对你也可以透过社团当中然后发问，那我们会在上面当中做一些回复，做一些留言这样子。不过医生通常都会就是帮你理清很多你的心情状况，到最后他就会知道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第一步就踏不出去了啊，连你要去看医生这件事情，他都过不去的样子。对，对不对？对啊，也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当中，也许我们在前端当中可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些建议跟分享。对，那后面当中就会让医生来做一些专业的处理。没错。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希望下一拜还有机会跟大家再见面跟分享 ，OK 吗？好的，再见，拜拜，拜拜。拜。